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未解之谜。好的，我们今天说 UFO。对，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扶摇和张教授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时政分析。对，我们未解之谜之正问天下，正问天下，很拌在一块儿。对，但我们今天是聊了 UFO， 因为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周五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又发布了第二批，也是最新的 UFO 的视频。第一批是2-3周前，当时大概有150-160个162个哈，162个，对文件和图像。这次发布的少一点，51份吧，51份，对，其实也不少了。所以我们从中又挑选了一些新的视频，然后供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我看到最震撼的视频是第一个视频，就是在 UFO 的视频里好像出现了一些像人一样的这个不明飞行物，所以我们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它是左边和右边它是不同的视频。左边这个视频是2015年的时候，就是由当地的人，他是在这个一个 National Park 里面天空中拍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蓝色的背景，对吧？然后真的看起来像是有一个人的一个形状，它不停的旋转，就像超人一样。然后右边这个是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左边和右边确实是看起来有些不同，甚至跳舞的姿势都有点像。对，有一点像，但是不完全一样，可能是一种舞步，对，可能是一个系列的。你看他还抬腿，右边那个好像还抬腿，左右都有抬腿。哦，左边那个对，还有点旋转，还挺优美的。对，所以看着真的是非常神奇。有没有像那个超人？这是在天上拍的是吧？这是背景。对啊，而且都是美军拍的，你想就很高的这种战机去拍的，然后在那么大的天空中就一个人，然后在那跳舞，你就这个是什么？感觉很神奇。对，我们就是他视频拍的稍微有一些模糊，但你能看到它是一个竖长形的，然后这个光源好像也不停的在闪动。如果你把它缩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第一个的视频的这个形状。对，它是定在那儿的吗？这个应该有可能。它应该有在动，你看它背后的那些云是在动的，背后的背景在动，因为它是可能是战斗机锁定之后，然后它始终是追踪的它，然后另外一个是距离会比较远，这个你看拉近了，你能看到，对，你能看到就是刚才那个形状，都很像，对，你能看到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形状，所以很多人说它像类人的一个形状，我觉得也不过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看了觉得它是什么？抬腿，现在在这儿开始，哇，转身抬腿，然后突然就没了，对，突然没了，因为它可能不停的激动，因为美国这个锁定可能，然后一下就丧失了目标，然后它就跑出这个屏幕了。你想在美国战机里拍出来，它的那个速度已经很快了，然后又突然间超越这个速度，然后就飞走了，对，天哪！所以这个你能看到这一段，你就看得很清楚，它。这好像有点像那个冰上的那种滑冰的那种舞步的感觉，有没有？抱着腿，然后再旋转那种感觉，就那个很漂亮嘛。对，就花样滑冰的那种。对，你看，然后又突然又没了，对，是。天哪！说外星人也是有这种奥运的这种活动啊什么的，也得练，就是在地球上举行是吗？有的时候他可能。你辛苦付出的时候，你就得找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他就发现地球可能还是在这个空中没人能看到，人也飞不上去嘛。是，对啊。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视频。这是什么？一个圆球，它是灰灰的吗？黑黑的。对，这是偏黑，但是而且是不反光，很清楚，它是一个就是圆盘，像 UFO 的飞碟形状。这个背景好像是一个球体的，好像是。对。这是在哪儿？这是在中东吧？不知道哎，这是什么山？这是？看不太出来。哎呀，不是山里有核武器吗？你看这就看得很清楚，有点像飞碟是吧？对，有飞碟，中间还有一点，它在旋转，你能看到它旋转，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个球体，这不是个碟子形状。你是一个，你看它在就是飞的时候，它一直在转动，但是它一直保持一个圆形。对所以那个亮点可能是反光，并不是说是。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拍摄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红外光电成像，所以你看到是黑白的。对，它只是这个红外线的这个反射，就是黑的地方它其实就是红外线比较弱，白的地方是红外线比较强。至于它实际是什么颜色的话，也不好说。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它相当于是中间是比较发热的一个点，周围是比较就是
冷一点。对，就是热，看起来是这样的。对。但这个视频还是很清楚的，你能看到一个圆盘状的一个东西。这是什么？航母来了？这看起来是一个巡逻艇，或者是可以拍得这么清楚。对，这应该是有可能是美国人在监视，比如在监视一艘货船，然后在监视过程中，然后突然发现了什么？雪茄型的吗？他们这种拍完了之后，这个5.8公分，你看到下面那个对小白点，对，对，上去了，对，我就来回来去的就很轻盈的就在那来回的飞动，非常没有什么限制质量一样。对，但是它可以非常快的变速，就像一颗粒子一样，就是迅速的变速变相。对，这是2个。这是带着卫星过来的是吗？突然没了，没了，突然没了，你觉得非常神奇，对。哦，它还能隐身。这是组队 ，OK， 这是组队视频吗？这个就是在中东，是4个。这个伊朗那个吧？这是看着像什么？看着阿拉伯飞毯，你知道吗？我怎么看着像蠕虫呢？怎么感觉？这个这也是4个小鸭子，这有点可爱了。就是你看着是像白天鹅在飞行的时候对，编队的。但是美国人他是知道，因为美国除了光电，它有雷达，就是说它所有这些东西都就是经过各种系统的分析，它确定这是。就是 UFO， 这是我无法确认不明飞行物，它不是说是天空中的鸽子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是温度特别高，是不是？它可以拍得这么白。对，所以变非常清楚，而且是4个飞行物组队飞行。还有 leader 在前边。对，他们也是一个军队来的。是，可能这 UFO 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外星人。再往下呢？这是飞机吗？这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飞机，但你看飞机旁边有一个有光点，飞的速度还很快，飞机快，对，这个飞机看着像是美国的战机。哇，那他吓坏了吧？美国飞行员可能最近见多了。你有看到那个 F-16把那个 UFO 给击落？我看了，那是 UFO， 那是气球。但是它里边出来一个小光点，你看见了吗？那个是2023年2月份的时候，在休伦湖上空，美国对，我之前做过一期中共那边的气球飘过来的那个是吗？就是那一次，但是那个气球有可能是其他的观测气球，那个气球好像不是中共的间谍气球，但是它那个也是在 UFO 的档案里头的，它也在那个档案里。然后它就是打完之后，它弹出来一个小东西，就来回飞，它飞行的那个速度完全不是美军的那个战机可以追踪的，是吗？它不是一个人造的东西，我看着像是气球。你再看我的视频，我真的觉得详细解析了一下，太可怕了。然后当时就发现，哇，它弹回来那个东西就一下就是很大，在那个战机前。我当时还想，怎么就是这个外星飞船一下就给击破了呢？就是确实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行，我们回头再看看。对，这个是在哪儿？这上写地方了吗？在北美司令部。2019年，对，这是可能在东海岸上空。对，这也是追踪到，一看就是战斗机。你看它这个黑框把这个周围都给这个 black out，有战斗机上的一些就是观测的一些参数。但是你可以看到海面上有这个，而且它是好像是2个光点，两个圆球，它不断的交替。对，它贴着海飞，不太清楚它是2个飞行物还是1个飞行物的2个部分。但你可以看到，其实速度很快，美国战斗机甚至一下都追丢了，然后不停的再去试图锁定它。这还白宫转发的呢。对，2019年，你想想这些，这是另外一段视频，这个相对拍得很清楚，因为背景非常清楚，背景可能是天空。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哇，突然没了，就是你追踪它，它可能意识到你追踪它，然后突然就没了。对，这个是速度降慢，它速度降慢了以后，让我们更清晰的能看到它是什么情况。然后突然就感觉它变小或者变形，然后哗的一下，就是它这个加速度非常快，对，非常夸张。估计你说这些美军的飞行员也确实啊，这是另外一个视频，一直想说这些事实。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是一直在，就是很多的这种 UFO 的这种就是爱好者们，他们说，之所以说这些，就是因为很多的空军的飞行员都出来作证。对啊，你看这个视频也是，这个是在东海，
就是在印太司令部，这是在中国边上，这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出现的。你看一个刚才在底下一个飞行物，对，这也是在那个靠近黑参那边出现的，你知道吗？哦，对，他们是在东海出现的。吃点这个压压惊吧。他们是拿黑参了吗？对。哦，我们当时普瑞堂他做出来这产品就是十年了。然后也是知道做的还不错，也想补一补。他们对人体特别好奇，对，所以外星人来地球就补人参。他们想试试能不能就是说吃完之后，外星人身体也会有一些像人体的这种改善呐、或什么的。是，所以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宝藏就是黑参。可以，外星人就是为这个来的。OK， 来详细介绍一下。对，这个普瑞堂的黑参、玄宝黑参其实有不同的产品啊。我们现在拿这个口服液，当然它还有完整的黑参，那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看看。就说您有什么感兴趣的这个产品可以选购。这特级黑参可以打开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身体非常的饱满啊。像这是一个精品的包装，这个特级黑参是现在这个活动它赠品，买3000美元的话会有这个就是整个的这种大的这种身体的，就是非常好的这种完整的身体去赠送给大家。这个好粗哈，那个对，很粗大。你看您那也是，对，它就是很难得，一般能长成这样，就这日月精华都吸收的非常多，所以说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这个是当成赠品，就是给一些大家觉得吃的好的多买的这种，那就给大家更好的这种赠品。对，吃了可以这个增年益寿。就大家都问为什么，就是说没事就吃人参，吃人参它就是说你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就是哪怕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其实现在我当时介绍黑参的时候，我就说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工业加工的产品，你能找到一个手工制作的，然后它又是按照传统的古法制作的，它可以一直延续这么多年。我觉得它首先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了，在当今这个世界，然后它又吃了之后效果很好，所以说它对于人体可能是真的是有益的，不是这种就是技术活，所以这个就是很值得大家拥有。很值得试一试。它这个主要就是一般的是人参的话，它有效成分叫人参皂苷嘛。一般的就是白参、红参的话，吸收会比较低，吸收率比较低。它这个就是黑参，它吸收率会比较高，所以它可能吃的时候比一般的人参更有效一些。对，9蒸9铺又不上火，这个就很好。是。好，可以了，我们继续来看 UFO 吧，那个在东海出现的。哎，对，这个视频其实还是1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也是突然间加速。哎，这个是在东海那边的吗？这个是另外一个在中东了。这是另外一个，对对对，它是把几个视频结合到一起，合到一起，对。福克斯新闻最近这些天天天都在报 UFO， 真的特别关心。其实美国人很多美国男生很关心，我上次去修车的时候，女生也很关心，不太这样。我上次去修车的时候，那个修车人就跟我聊说啊。那还是好几个月前说，我今天要公布 UFO 档案了哦，然后跟我们聊这个，结果当天也没有公布哦。这是另外一段视频。这个是为什么是像个阴阳鱼一样？颜色。对，它主要是这个红外的信号，可能就是我们很难从图片中看到它的这个形状，但是它的这个至少这个红外信号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忽大忽小，然后又拉长。对，那个是红外的这个。红外，对对，是说明它是就是本体在改变，还是说我们这边拍摄的这个方面是我们的问题？都存在这种可能。就是说，如果你去看 F-35战斗机的信号，你能够看出它大体飞机的状况，但在不同角度下，比如说甚至在不同运行状态时候，它这个就白色部分、黑色部分，它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突然之间就变黑了。对，而且它有点在变形的感觉呢。对，然后就时不时的发光的感觉。反正确实水面上，对，就是很靠近水面在飞。对，你能看到背后这个大洋的这个情况，对。所以子定，你是想让大家看完了这些之后得出什么结论？就是 UFO 可能真的存在，教授可能早就知道了。这个结论你见过吗？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但是就是说，子定以前真的没那么相信的。是真的吗？不是，我是相信 UFO 存在，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证据来支持。哦，对，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说话你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证据，对不对？还有需要有一定论证。那你说这黑参有证据？所以你要吃完之后确实是智慧大增。你要做广告的话，大家就比较相信，因为你比较注重证据。证据，对实证科学，但是它有的时候实证科学会限制人的思维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UFO 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是让很多人会改变想法。我不知道张教授您看这些画面，您有什么感觉？就是因为以前看那种，就是小的时候看飞碟探索呀，或者是看奥秘啊，就是我对这东西我一点都不怀疑它，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挺好。只不过是说，就是说美国政府这么公布的话，这是第一次，对，史无前例。因为之前一般来说都是讲像什么阴谋论的感觉，就是有些这种说法，51区啊什么。对。但是这次它公布出来之后，大家看了之后，确实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解释。它现在叫不明大气现象哈。对 UAP。对。但其实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披露出了证据，已经足够证明这个 UFO 的存在了。你会觉得有点担心吗？就比如说是一个远远超越人类的对，我好像也看到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对于你的生存会不会有威胁？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主动权不掌握在我的手里，所以你就不想这个问题，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对，因为你想他们就说这些视频如果都是真的，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国防部发布了嘛。他们的科技是超越人类的，就是说能够最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就飞机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你是要喷出一些气体的，就最简单作用力、反作用力，或者是你有各种发动机，对不对？你有固体火箭发动机、液体火箭发动机，你基本都是靠燃烧。对不对？然后有氧化剂、有燃料燃烧喷出气体，然后喷出气体会有大量的热流，然后你如果在红外成像中，你这些热流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些 UFO， 它就是一个圆盘，然后它就突然就变相了，突然就上去，突然就下来了。还跳舞呢？对，变形还跳舞呢。我们先不说变形，我们就说它改变方向这个事情，在没有明显动力的情况下，就是它如果像人类一样有一个发动机。往后喷出气体，在红外成像里都能看得清楚的，因为我们有像 F-35、F-16战斗机的红外成像，有很多那种视频，你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动力方式，它的物理学的应用方式和我们现在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反重力，它是反重力的。对啊，它怎么实现的呢？我觉得对，而且就是说你会发现那个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就是物理学研究里边哈，特别比如说是研究平行宇宙。按说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宇宙，互相之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他们认为说重力还是会跨越这个平行宇宙能够传播的。你记得我忘了201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那个叫 LIBO 吧，就是我忘了是哪个大学的一个天文望远镜，它呢实际上就是当有两个黑洞发生碰撞的时候，产生出巨大的那种冲击波，它会跨越，它就因为那个黑洞的重力是很重的嘛，所以它会产生那种重力波的话，它会传播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它是用那个东西去测那个黑洞那个位置。那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呀？没有，就是说我只是想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现在对宇宙的认知之中，重力是一个大家跨越不过，就它不叫重力吧，就叫引力，是一个我们绕不过去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反引力的。而重力的话，它本质上是引力的一种嘛 ，gravity 它实际上是万有引力的一种嘛。那就是说，它这个就等于是完全是反重力，就是跟我们现在认识的连平行宇宙都没有办法隔绝这个重力波的或者引力波的影响，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它却反引力，这个是让你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说清楚了。我很好奇的就是，如果说两个黑洞它产生那个重力波衍射到地球上来，对于地球人力就是本身的这个自身的重力会不会有一些冲击？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减弱？那没有，就是它只是说引力波能够传到这儿来。对，那传到这儿来的话，已经非常弱了。它需要，它有一种什么其他别的测量方法，间隔多少公里之外，对，感测，对。我觉得物理挺有兴趣的。对，物理学我觉得就是以前看那个测光速，你有看过吗？那个测光速，一个很小的扭矩，然后让它几次反射的话，它能够测出那个光的速度来。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人也是很神奇，脑洞大开的那种。对。所以人类在外星人科技面前还显得非常渺小。对。我在你的面前是不是也会没有，绝对没有。我这个那像比如说你看 UFO， 你可以觉得这么震撼，比如说像之前也是被传说是阴谋论的，什么美国研究什么这个星门计划呀，然后另外空间就是说穿越虫洞啊之类的，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说难以接受吗？我从小就喜欢科幻小说，所以我本身是接受的。你接受是觉得它是个小说，还是接受就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像虫洞这种东西，它是科学证实的东西吧？应该是。对，但是它就是说，其实一般人还是很难理解或接受，觉得这些都是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是
它本身是一种假说，但是可能有一种类似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假说还没有证实，但是里面提到了一些东西，一些科技可能在未来会实现，但是可能不是假说了。现在它感觉好像就是说，就这个咱也没有仔细研究过，虫洞好像是说在很微观的这个世界里边的话，它其实是随时张开闭合，只不过它太微观了，以至于对我们来说的话是完全感知不到的。对，包括黑洞也是有那种很小的黑洞，就是它可能随时生成，随时湮灭，因为它一旦质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黑洞就爆了嘛，爆了之后的话就不见了，它也会生成和湮灭。现在黑洞是什么，大家也是不知道的，那些吞噬的那些东西到底去哪儿的，人们还是不知道的。对，是，对，所以这个都是事实。对啊。对呀，但是你说那去哪儿呢？是不是有一个另外空间？是不是它吞噬这个东西是存到了某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传输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挺有意思的。对，就是它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那都是20-30年之前看那个就是 Discovery 频道，就讲这些就是相对论啊，然后讲这个虫洞啊什么之类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是觉得特别脑洞大开的，就觉得很震撼。对，它的那个像那个虫洞的话，等于是空间弯曲嘛，就是相距极为遥远的地方的话，在虫洞一下子就可以过去那种。对，但是看到这个视频，其实我还是看到有些网友就说是美军拍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敢去信才行，你才会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广袤的，就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对，我不知道你做那个自媒体的，我们就是这么随便聊天，做自媒体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认为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按照逻辑来讲的话，它应该会发生下面这个，但实际上它可能没发生，就中间变量实在是太多了。对，就像比如说福瑶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川普突然之间取消了去那个拜敏斯特的那个他儿子的婚礼，就感觉好像是马上就要开打了，是吧？是啊，我就觉得就是今天晚上就战争就是已经开始了，马上就开打了，做好准备直播的准备，做好加班准备了。结果对，但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很多事情真的变数太多了。那有没有觉得很可惜，他没去他儿子的婚礼？真的是。哦，这个我倒没有什么可惜的。真的吗？那大儿子的婚礼虽然是第2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人生大事吧。对父亲来说还是挺不容易的。对啊，我们说 UFO 也差不多了。OK， 指定，可能接下来还有第3波、第4波，到时候再次震撼你好了。是的，看起来国防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事，但其实我想说一件，就是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2批发布的视频中，很多都是在过去10年中拍摄到的视频。对，你看很多什么2019年、2021年、22年、24年，是不是这意味着外星人在过去10年间更愿意到访地球？更 active， 就是对，我们观察到更多的迹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深思的问题。所以你完全不害怕，就是假如说现在一个外星人出现在面前，你的第一反应是惊奇，就是害怕，然后或者是很淡定，就是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就是心态会？我说你今天吃了吗？可以来吃个包子，要不然来点黑参也可以。对，黑参也可以，这是你要的，你们没有的。对硅基的这个生命体可能不清楚。对，你没有任何对未知的这种恐惧。我现在没我人生最大的恐惧不是这些未知，而是我最大的恐惧是时间。就是因为时间它是无穷无尽的，我对无穷无尽的事情会有恐惧，但是未知的东西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恐惧，因为时间是你永远跨不过去的。就你无论做了什么，你无论你人的生命总之要走向尽头，文明要走向尽头，地球要走向尽头，就是说好像这个时间你永远跨越不过去，这个时间的这个永恒让我感到恐惧，但是未知的东西不会让我恐惧，在时间面前都不算什么，外星生命也可能消亡，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所以最后反正是你再先进的话，跟我们一样归于尘土。对，还不如我们一起吃个包子，再吃个黑参，对不对？对。不要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你经常讲这些东西，是吗？会害怕吗？我不觉得害怕啊。害怕啊？对啊，这就是一个另外的生命的物种嘛。那外星人也有，神也有啊。你是不是看到外星人说你今天有没有时间一起来做个节目？有可能我来采访你一下。你先别走。为什么总在这些年来？我昨天还在我节目里说，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现在看有很多那个
新闻啊报告说另外空间就看到很多星体在爆炸，我想哦，是不是星球大战太激烈了？你真的是逃难逃不了了。看见我们就是地球还不错 ，OK， 大家繁衍生息还挺好，所以你觉得我们这儿来了。但是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有俄乌战争，我们这儿有伊朗战争，对，还没打完呢。还没有到那个核武器的那个情况。因为昨天我是有看一个视频。是看到它的那个云层里头来回的穿梭，我看到有朋友说那可能是美军在不停的捕捉它，但是我感觉其实美军已经锁定它了，它是在那个云层里穿梭。我就想，我说你这个 UFO 是不是你那个星球没见过水蒸气什么样，所以你在云里面觉得很奇怪，然后你就很好奇，你想在这穿梭来穿梭去，因为它一会儿飞这儿，一会儿又回来，然后在那个云层这个里边是消失了，然后又出现，就感觉它是在那儿游戏在玩耍的感觉。我觉得他觉得地球太新鲜了，但是我觉得以他们的科技来说的话，他可能不见得一定要 physically， 就是说在这里边，他应该有一些其他别的方式就探测到它了，是吧？探测到什么呢？就是就比如说水分子的构成啊，它的性质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对啊，但它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你也会觉得新鲜。如果他第一次来地球的话，他可能真的对于整个地球的构造都觉得很奇特。觉得人是第一次来吗？都来了这么多年了。不同的外星人，这来的可是不同的。你看每一个形状都不一样，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天体、不同的文明。或者说对于这个 particular 这个外星人来讲的话，他是头一回来。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是你得真的是完全放下学的这些东西去想，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世界还有意思的，因为真相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我说这些可能大家就觉得像是天方夜谭，觉得像小说一样，但是真实的情况也不是说课本上教我们那样。然后现在看这些，以前都觉得是什么伪的，都是造假的、人造的这些东西，那这个不是美国大片，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固定自己的思维，一定是怎么样按照逻辑去分析，可能很多时候真的是像教授说，跳脱你那个逻辑的惯式，然后你去想，可能很多事情它真的很开。对啊，说不定人家就是逃难来的呢。还不如你呢。我估计是我们地球还有个家，他们可能真的没家了，所以就各个星球走走看看哪儿可以停留一下。OK， 未解之谜的说法哈。对，欢迎大家关注一下不要乱未解之谜。谢谢。对，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外星人，所以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所以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之后会跟进美国国防部新的关于 UFO 的报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拜拜。